在中国海警局15号出台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仅2天后，菲律宾便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并危险接近、蓄意碰撞中方正常航行的船只，试探闹事之意甚浓。对此，中国海警首次对菲船只实施登临检查，当晚菲方也承认行动失败。 而菲律宾媒体披露的诸多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中方是如何合理、合法、专业、规范的执法，以及菲律宾挑衅行动的幕后秘辛。当地时间17号傍晚，菲律宾在一份官方声明中承认，因为中国海警船只的所谓干扰，菲律宾方面未能对其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军舰进行补给。 当天，中国海警连续3次就菲律宾船只侵闯仁爱礁一事发布消息，全面说明事情原委。最早一条快讯在凌晨4时27分披露，中国海警依法对菲船只采取管制措施。第二条则是早上6时54分，消息显示5时59分，菲运补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不专业方式故意危险接近中方正常航行船只，导致发生擦碰，责任完全在菲方。当天下午17点41分，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在谈话中披露更多信息，强调中国海警对菲船艇依法采取警告、拦阻、登临检查、强制驱离等管制措施，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根据公开报道，这是中国海警首次对菲船只实施登临检查。深圳卫视查阅资料发现， 登临检查是海警机构实施海上行政执法时的执法手段之一，作为海警机构执行海上安全保卫任务时的一项重要手段，对于维持海上秩序及维护海洋权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登临检查也体现了海警在某海域的执法权。 相较于中方的及时通报、事后说明，菲律宾政府却在事后一反常态地保持沉默。菲国防部也没有提供碰撞发生的细节。而隔天，菲律宾媒体 GMA 新闻以及巴拉望新闻则披露了诸多现场细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方是如何专业规范的执法，也可以了解菲律宾此次行动的幕后，以及非官方事后缄口不言的原因所在。 GMA 新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与此前的行动不同，这是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一次行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了秘密支持。此前，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拉也声明过补给任务的军事性，这意味着行动计划是菲军西部军区司令部策划实施的，属于纯粹的军事行动。菲海警只负责在远处打下手，也就是菲方所说的秘密支持。 尽管菲方对此次行动方案做了充分谋划，但仍以失败告终。报道称，菲律宾武装部队从不同的入口点部署了6艘船只进行补给任务，也就是说，菲方原想分进合击，从6个不同方向冲向非法坐滩的军舰，没想到中国海警全时戒备，严阵以待，一艘飞船也没突击成功。中方处置时，一艘非指挥母船被中方船只从4面包围并拖走，一艘刚性充气艇被戳破，剩余4艘刚性充气艇被抓扣，后经 谈判获释。而据巴拉望新闻报道，中方登上了其中一艘刚性充气艇，并缴获菲律宾士兵的8件武器。值得注意的是，这8件武器不是小型武器，全是大威力的自动步枪。 菲律宾武装部队本次出动的补给艇，先是危险接近，接着蓄意碰撞，还持枪对抗，不过都被中方专业规范的处置。在被中国海警依法处置后，菲律宾只得转头抱紧美国大腿。据美国务院消息，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17号与美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通话，双方共同表达对中方的所谓共同担忧，美方还重申对菲律宾的安全支持。 那么菲方这次的行动，我想延续了今年以来的一些新的特点，比如说行动的模式表现出多艘船只协同配合，那么并且也表现出企图故意制造摩擦冲突的一种危险性。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些政治上的造势和舆论上的宣传来进行配合，目的是想要扩大影响。那么菲律宾方面承认补给失败，并且谴责中国海警，恰恰表明中国海警对于菲方挑衅行动的管制措施是有效的，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深圳卫视表示，中方采取登临检查措施，既是对菲方挑衅行为的强有力震慑，也是行使国内法和国际法赋予的职权体现。面对菲方日益升级的挑衅行为，那么中方也不得不采取更加有力和更为严厉的管制措施。那么通过登临检查，那么中国海警向菲律宾方面发出了明确的警告，那么表明任何形式的侵权挑衅都是徒劳无益的。那么中国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本月15号，中国海警局出台的《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开始实施。该规定涵盖海上行政执法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是海警机构开展行政执法工作的基本规范，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海上秩序。施行此类规定是国际通行的惯例，并不特定针对某一国家。但自程序规定颁布以来，菲律宾方面主动对号入座，马尼拉组织一些活动人士上街游行抗议，炒作所谓中国海警船可以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抓人，挑动非国内涉华极端情绪。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还煞有介事地向非渔民喊话，让他们不要害怕。有菲律宾智库分析，马尼拉之所以反应这么大，是因为程序规定使菲律宾向仁爱礁运送后勤物资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这也证明菲方所谓维护渔民利益是假，妄图在南海谋取非法利益是真。值得警惕的是，就在菲律宾侵闯仁爱礁当天，美国、加拿大、日本和菲律宾在菲律宾所谓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为期2天的联合海上演习。日本共同社报道援引日本海上自卫队消息称，美军派出约翰逊号驱逐舰与巡逻机，加拿大和菲律宾军方分别派护卫舰与巡逻舰，日本则出动雾羽号护卫舰。演习围绕通讯和战术层面进行了训练。美国太平洋舰队官网也发布消息指，此次演习的一系列海上活动测试和验证了各国武装部队的理论、战术、技术和程序的协作性。美方还特别点出，演习目的是再次确认保护航行和飞行自由，重申4国对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承诺。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任何军演都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不应损害地区国家间互信，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凌晨抵达朝鲜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机场迎接普京，这是普京时隔24年再度访问朝鲜，引发全球舆论广泛关注。据克里姆林宫新闻局此前消息，普京应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据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介绍，普京对朝鲜的访问是两国关系史上俄国家元首第2次访问平壤，他上次访朝是2000年。乌沙科夫说，此访内容非常丰富，最重要和敏感的问题将在两国领导人之间长时间的非正式对话中讨论。普京此访将与金正恩进行1对1会晤，双方还将签署关系条约，向媒体发表声明。朝方准备了音乐会、国宴等。Пхеньян встречает Владимира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а Путина портретами и флагом России, которые развешаны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по всем улицам. Это событие грандиозное, встречает здесь его с размахом. 18号，普京在朝鲜劳动新闻上发表题为《俄罗斯和朝鲜跨年代继承的友好合作传统》的文章。文章称，俄朝两国本着平等、相互尊重和信任原则，保持友好睦邻关系已70多年。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普京表示，平壤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坚定的志同道合者和支持者，准备坚决抵制西方阻止建立多极世界秩序的图谋。普京17号签署决议，同意与朝鲜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该条约将在普京访问平壤期间签署，以适应世界和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的深刻演变以及两国关系的变化。该条约可能会涉及安全、政治及经济问题，但不会针对第三国。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也在普京访问朝鲜前夕发表文章表示，正是美国和西方摧毁俄罗斯及其作为独立强国大国地位的行动，成为了当前乌克兰危机的主要原因。朝鲜人民与俄罗斯团结一致，将永远与俄罗斯人民和政府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我觉得从双边还是国际层面来说，这个普京访朝的意义都是比较重大的。两国因为又同时面临美西方的一个压力，主要是军事压力，所以这个双方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点，所以两国的关系自从这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开始快速的提升，而且这次这个俄朝关系可能会在法律层面上也有一个新的提升。
CNN 和英国路透社不约而同用“罕见的访问”这个词来形容普京这次亚洲之行。路透社称，普京这次出访使美国及其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感到惊慌。上周五，在得知普京将访朝的消息后，韩国外交部副部长第一时间与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进行了紧急电话磋商。西方媒体及韩国媒体尤其关注俄朝的军事合作程度。此次俄罗斯访朝代表团成员在军事领域就包括了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负责军备的俄副防长克里沃鲁奇科以及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鲍里索夫等，也让外界对双方军事航天领域的合作倍加关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朝鲜和俄罗斯相互之间的供应链依赖日益加深。They both need things, and that is weapons. Besides the symbolism is weapons. Russia has been fighting a long war, as we know. So most of the weapons are compatible in terms of artillery, small arms, mortars. So the North Koreans have a massive arsenal. 韩国媒体则担心，双方可能会讨论超出涉及常规武器的短期订单，并就更紧密的军事合作达成共识，包括联合开发武器系统等。上周，韩国防长申元实表示，朝鲜向俄罗斯发送了至少1万个海运集装箱，包含480万枚炮弹以及50到60枚短程弹道导弹。此外，作为太空技术大国，俄罗斯的帮助对于朝鲜成功发射更多卫星至关重要。韩国高丽大学教授南成瑜认为，随着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体系走弱，国际秩序正在重塑。俄罗斯和朝鲜希望能找到新的合作方式，满足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韩国中央日报18号称，普京访朝时带去的大礼包或将决定世界安全格局的走向。报道担忧，俄朝将签署的新条约可能包含在紧急情况下自动军事介入条款。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1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作为政府，我们不想对此进行评论，但我们认为俄朝军事合作的加强将使日本周边的安全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对普京访问朝鲜和越南，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声称，美国对此次访问感到惊讶，但不会害怕，我们一定会密切关注。美方对俄朝两国关系的深化感到担忧，不仅因为它对乌克兰的影响，而且因为可能影响朝鲜半岛的局势。There could be some reciprocity here that could affect secur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Now, we haven't seen the parameters of all that right now. Certainly haven't seen it come to fruition, but we're certainly going to be watching that very, very closely. 6月17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有专家表示，这可能使欧洲猪肉市场价格利润双下滑。而欧盟内多个猪肉出口大国纷纷表态，希望有谈判的空间，不希望打贸易战。根据公告，6月6号，商务部收到中国畜牧业协会代表国内猪肉及猪副产品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书指出，欧盟是中国猪肉及猪副产品的第一大进口来源，2020年至2023年占中国总进口量的年均比例达54%。2023年，欧盟对华倾销幅度高达60%以上，使得相关猪肉产品能够以极低的不公平倾销价格在中国市场上进行竞争。另外，欧盟猪肉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年均高达426万吨。中国是欧盟最大猪肉出口国，自然成为其转移过剩产能的最佳目的地。中国畜牧业协会还指出，欧盟在农业领域存在大量补贴的情况，欧盟生猪及猪肉行业也会获得巨额支持和补贴。在中国宣布反倾销调查后，欧盟主要猪肉出口国立刻表态，希望讨论解决方案。据路透社消息，2023年中国进口了价值60亿美元的猪肉，包括内脏，其中1半以上来自欧盟。路透社认为，如果中国限制进口，欧盟猪肉业将面临噩梦。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畜牧业协会在申请书中列出了来自西班牙、荷兰、丹麦、法国等5家欧盟相关生产企业的名单，其中西班牙、法国等国正是最强烈支持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调查的国家之一。
6月12号，欧盟委员会宣布将于7月4号起实施对华新关税政策，对出口欧盟的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税。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表示，保留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这次中国对欧盟猪肉进行反倾销调查，被多家外媒认为是中方反制的组合拳之一。此外，欧洲多国的白兰地酒商、乳制品生产商等也忧心忡忡。今年初，商务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白兰地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该案出材结果预计将于8月底前公布。此外，国内产业界被曝将对欧盟的乳制品提交反补贴调查申请。而据欧盟中国商会5月消息，中国可能也在考虑对搭载大排量发动机的进口汽车提高临时关税税率。这一潜在调整将对欧美多国汽车制造商构成影响。针对欧盟对华挥舞关税大棒，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18号在发布会上表示，欧委会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的调查罔顾事实、漠视规则、预设结果，实际是将调查工作武器化、政治化，打着公平竞争的名义破坏公平竞争。对此，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希望欧方深思慎行，尊重基本经济规律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听取欧盟企业界的呼吁，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尽快回到开放合作和绿色发展的正道上来。实际上，在新能源车关税问题上，欧盟委员会的政治利益与一众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乃至企业间利益已经存在巨大鸿沟，而欧盟最终发布征税决定并实施将是7月4号或之后，在此之前依然存在复杂的博弈空间。比如，比亚迪、蔚来等中国新能源车商计划要在欧洲设厂，瞄准了东欧国家匈牙利，而匈牙利下月就将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相信会捍卫自身利益付诸行动，来影响欧盟委员会的后续决策。德国因自身利益就可能会提出不同征税标准等。有分析表示，中国政府通过与法国、意大利等欧洲重要国家商谈，也可能促使欧盟就相关关税水平进行调整。如果欧盟27国中有至少11个国家加入或反对行动，就可以推翻欧盟委员会的决定。由于北约持续拱火俄乌冲突，双方在军事上的对抗也越来越针锋相对。近日，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规模庞大的海上军演，而俄海军舰队也将在太平洋地区举行演习。另一支俄军舰队则刚结束在古巴的访问，并将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军演。本次有来自20个北约成员国大约9000名军人、50多艘舰船、45架飞机参与这次北约军演。为期数周的训练内容重点包括扫雷、潜艇探测以及登陆。上周末，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第24远征队的150名队员在波兰的海滩上进行了2期登陆演练。随后，与此同时，据塔斯社18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将于6月18号到28号在太平洋、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水域举行军事演习。塔斯社援引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新闻处的消息报道称，该舰队已经开始在演习指定水域进行军力部署，约40艘舰艇参加演习。太平洋舰队司令利纳负责指挥演习。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由3艘舰艇和1艘核潜艇组成的俄罗斯海军舰队结束对古巴的访问，驶离哈瓦那港口。在离开古巴后，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还将访问委内瑞拉，并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军演。美国白宫和国防部都曾表示，俄海军舰艇编队的此次活动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美军还是出动了2艘伯克级驱逐舰和 P-8A 反潜巡逻机，对俄海军舰艇编队进行监视。First place, there's no way the U.S. Navy is going to let Russian warships operate in its backyard without keeping very close track of them. Second, this is a chance to gather intelligence on the Russian Navy. 此外，北约方面仍在持续推高对抗的形势。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当地时间17号宣称，北约国家正在讨论部署更多核武器的问题。斯托尔滕贝格称，北约成员国正在讨论通过提高其核力量的透明度来作为一种威慑手段。他表示，他不会透露北约具体有多少核弹头处于战备状态，但北约成员国正在就此问题进行磋商。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斯托尔滕贝格的这番表态是给紧张局势的又一次升级。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不应无端讨论进行核打击的可能性。俄罗斯只会在特别情况下使用核武器。
他不认为目前已出现需要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也是在17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在记者会上放话，乌克兰未来会加入北约，但在俄乌冲突中获胜是其加入北约的前提条件。President has said that he believes that NATO is in Ukraine's future, and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have to be done before they can join the alliance. Like any, first they gotta win this war. Right? They gotta win the war first. 因反对政府医学院扩招计划，韩国医生辞职风波已经延宕近4个月，医疗界与政府的对峙一再升级。韩国最大的医生团体大韩医师协会在昨天发动全面罢工，并举行集会。韩国总统尹锡悦紧急发声，称必须严肃处理抛弃患者的非法行为。昨天，韩国最大的医生团体大韩医师协会在韩国首尔如意岛举行名为“阻止医疗垄断全国医生总崛起大会”的大规模集会，要求政府撤回2025年度医科大学扩招计划，并完全取消对辞职离岗的实习和住院医师的行政处罚。저는 의료 전문가이자 의료계 대표 중에 한 사람으로서 정부가 의료 현장의 목소리를 제발 경청하고 국민들의 건강과 안전을 최우선으로 고려하는 정책을 마련해 주길 촉구합니다. 大韩医协会长林贤泽向韩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称若拒不接受医生们的正当要求，将从27号起开始无限期停诊。林贤泽表示，由于政府垄断医疗和教育，无数实习住院医师离开医疗一线，政府不仅把辞职医生视为罪犯，还想强迫他们劳动，医协将抗争到底。对此，韩国总统尹锡悦当天在总统府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就紧急表态，称必须严肃处理抛弃患者的非法行为。 정부는 국민의 생명과 건강을 지킬 책무가 있는 만큼 환자를 저버린 불법 행위에 대해서는 엄정 대처할 수밖에 없습니다. 尹锡悦强调，无论是从个人还是国家层面来看，忽视患者痛苦的集体行动都不可取。他重申，将继续推进医疗改革，从根本上纠正医疗系统内存在的问题。但他也在讲话中也保留对话的空间，称即使是现在，只要大家回归提出意见，我们将积极倾听，并与各方共同探索解决之道。 韩国政府当天还对参与大韩医师协会集体停诊行动的医学所属个体医生下达开工命令，并计划控告医生单方面拒诊等行为。 据韩国时报报道，在此之前的17号，韩国首尔大学4家附属医院约529名教授就率先行动，组织大规模无限期停诊，参与者占教授总人数的半数以上，手术室的启动率也被迫降至33%。而据大韩医师协会日前向韩政府提交的报告，这轮罢工潮还将关闭1463个医疗地点，约占韩国医疗机构总数的4%。 예, 아직 아침이라서 상당히 한산한 모습이기는 합니다. 그런데 이번 주 수술과 외래 진료 모두가 줄었습니다. 서울의대 교수 비대위는 이번 주 수술 예약이 지난해 같은 기간에 3분의 1 수준으로 급감했다고 밝혔습니다. 为应对此次罢工潮，韩国政府已于17号启动应急方案，针对重症疾病患者实行应急轮流值班制，以减小医疗空缺造成的负面影响。 但事实上，随着双方持续拉锯，依然有大量医疗服务人为中断，手术减少，预约取消，韩国民众及患者苦不堪言。 일주일 후로 또 연기가 돼갖고 교수님이 7월 10일 날로 예약을 해주더라고. 그러니까 불안하지. 결과를 빨리 봐야 하는데 결과를 못 보자. 치료 받으러 가면 돈 받고 가면 불안하지. 머리사가 우리 경상북도 대구 사거든. 빨리 해결이 돼야 되는데 해결하는데 환자는 괴롭지. 民众愤懑不满，韩国医疗界内部也出现不同的声音，包括韩国分娩医院协会、大韩儿童医院协会等在内的多个组织发声，拒绝用生命做筹码，让无辜的患者陷入无尽的恐惧与危机。有患者权益组织对这些团体的决定表示赞赏。韩国重症患者联合会也表示支持医生们继续履行基本职责的决定，同时谴责大韩医师协会将自身利益凌驾于民众生命之上。
此次医生辞职潮导火索源于韩国政府2月初发布的医科大学扩招方案，内容包括从2025学年度起，将高校医学院招生规模从目前的3058人增至5058人。方案一出，就遭致韩国医疗界强烈抵制，指责改革将导致医保系统资金紧张，医生收入下降，约1.2万名实习和住院医生递交辞呈、罢诊离岗。截至目前，韩国政府与医疗界已持续对峙100多天。作为妥协，韩国政府于上月修改计划，将高校医学院扩招2000人下调为1500人。上周日，大韩医师协会向韩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其中包括彻底叫停扩招。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当天回应，政府承诺不会让返岗医生受到任何不利影响，但撤回医学院扩招的要求难以接受。据韩媒报道，韩国当局已向大韩医师协会出手，调查其是否违反公平贸易法煽动成员参与罢工。如果被认定违法，大韩医师协会最高将面临1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25万元）的罚款，协会高层将面临最高2亿韩元罚款或3年监禁。我觉得尹锡悦的目标，现在就是只要不要被弹劾。那么他就可以维持执政，维持坐在总统的位置上，所以医生罢工这件事情，很难对尹锡悦产生影响。